自从去年我们介绍了那么多 AI 应用之后呢，许多手机厂也纷纷投入了 AI 的怀抱。其中呢，三星可以说速度之快哦，在短短不到1年就加入了非常多 AI 相关的新功能哦，像是搜寻圈可以直接搜寻名人穿搭，另外相片编辑啊，或是打字相关的 AI 功能也超级好用。而且为了做今天这一期，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 AI 新功能真的超级多耶。那你可能会以为只有最新机型可以用，对不对 ？No No No， 现在三星 AI 功能也就是 Galaxy AI 也已经下放到比较旧款的机型喽，像是 S23系列啊、S23Fe、Z4 Z Flip 5还有 Tab S9 平板，现在都可以直接更新 One UI 6.1来升级 AI 功能。所以没错，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直接用我手上这台 Z Flip 5来玩我们最新的 AI 功能，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更早一点的机型，例如说 S22系列啊、Z Fold 4、Z Flip 4还有 Tab S8，三星也已经宣布5月初会下放 AI 功能喽，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用软体更新来玩最新的功能。那在语言的部分呢，除了现有支援的13种语言，里面虽然有中文，但是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些功能还是只有简体中文的部分，但是不用担心，今年也会开始支援完整的繁体中文功能哦。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带大家看三星的 Galaxy AI 上面有哪些好玩的新功能吧。首先第一个要来讲到的是搜寻圈功能，是不是常看到一些名人穿搭或是地标想要搜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呢？现在呢，在三星的装置上面非常的简单，只要利用这个搜寻圈功能，在任何的 App 里面，没有听错，任何的 App， 不管你是网页啊还是 Instagram， 你只要长按 Home 键就可以立刻圈起来搜寻，而且你也可以改变搜寻范围的大小。那除了图片辨识之外呢，还可以加文字搜寻哦，两个一起搜会更加准确。例如说搜寻，我觉得它的包包非常好看，我就可以直接圈起来，就可以看得到是哪一个包包，或者是他去了哪间咖啡店呢，也可以立刻搜寻这个地标哦。另外呢，用相机也可以直接辨识哦，就是用相机对准你的目标，然后我们一样长按 Home 键，它这样子也可以用来搜寻。因为像过往我要搜寻一个东西，我可能要先把它截图下来，然后再丢到 Google Image 里面。那现在呢，就是非常直觉，你只要长按 Home 键，然后圈起来就可以搜寻了。再来下一个呢是语音转文字，例如说会议记录啊，或是上课的录音档都非常好用。我真的觉得现在科技进步到，我很希望我是这个时代的学生。那现在呢，在装置上面是分成2种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哦。第一种呢是先录完，然后再让它去处理成文字。那另外一个呢是叫做即时转录的功能，是2种不同的功能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录音转文字的部分哦，就是我们先打开语音录制这个 App，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录音嘛。那录音的过程呢是不会有即时转录的，就是你一定要先录完音，它变成一个档案之后才可以转成文字。那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按这个语音转文字的按钮。那第一次使用呢，可能会需要下载语言包哦，比如说你是英文啊还是日文，就分别下载。那我觉得这个很棒的就是它可以分辨不同的说话者，林总在发言呢，还是说王副总他在讲话之类的。而且最棒的就是这个录音档它可以直接翻译。另外呢，在右边还有一个总结的按钮，就可以直接说这场会议啊，还是这个录音档主要在讲什么，它有哪些重点。你就会议啊，或是上课之类的，你就放在那边让它录，然后回家你要复习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简单快速。那我们刚才不是说语音转文字有2种方法吗？那第2种方法叫做即时转录。即时转录呢，它躲在下拉选单里面哦。首先呢，要选择语言。然后你不用按任何按键，它就会开始辨识声音，然后把它转成文字。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单纯的把声音实时的转成文字哦。那这个即时转录的界面就是比较简单哦，它本身是没有编辑功能的，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辨识完之后呢，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继续编辑这样子。那稍微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办法跟我上一个讲到的这个录音功能同时使用，就是我已经试过，如果你2个一起打开的话，就录不到音。再下一个呢，非常好用的是网站摘要以及翻译。现在在浏览网站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先做成摘要，就不用整篇看完。或者是外文网站，你也可以直接先翻译再摘要哦。例如说呢，我现在看这个外文新闻嘛，然后我只要点击这个 Galaxy AI 的按钮，它就会自动帮我翻译。或者是你也可以翻译完之后再做摘要。这样子可以省下超级多时间。那如果你觉得它写的摘要太精简的话，它右边其实有一个按钮可以调成详细的摘要。而且呢，这个功能还可以搭配多工视窗，你可以把 Notes 直接抓到下方的视窗，然后把它复制贴上。那如果你还需要整篇原文的文章的话呢，它这边还有一个整页复制的按钮，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原汁原味的加到你的笔记里面哦。这个整理资料超级好用，因为有这个摘要功能，就可以很快的抓住重点，就是现在呢都不用把整篇新闻读完了这样子。
再下一个呢，我们要提到打字相关的 AI 功能。现在呢，在三星的键盘左边有这个 Galaxy AI 的星星按钮，那在里面呢，主要有3个功能哦。第一个呢，就是当你今天在讯息的 App， 例如说 Line 啊，或者是简讯 App 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就是你这边按一下，它就会翻译全部的对话。然后它左边可以调整语言，那这边第一次使用可能也需要下载语言包，例如说英文啊，或是日文之类的。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你今天希望你打完字之后，它帮你翻译再送出去的话呢，你要先输入在三星自己的键盘这一格，就是下面这一格。你打完之后呢，它就会把翻译完的文字填入 LINE 自己本身的输入栏，这样子送出去，对方才会看到，例如说日文或英文。那除了翻译功能之外呢，第2个功能叫做智慧写手。这个功能呢，基本上在任何 App 里面都是可以使用的，例如说 email 啊，或者是写文章、写讯息之类都可以。那它主要功能就是帮你润饰你的语句，例如说你想要请你的同事帮你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有一些正式的会议，你只要打完文字之后呢，你就点这个功能，它里面就会有正式啊，或是专业的口吻可以选择。例如说你今天在写一个 email 需要请你的同事帮你忙的话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修饰你的语句。例如说比较短篇的简讯啊，或是 LINE 要用也是可以的啦。在第3个打字的 AI 功能呢，就是拼写还有文法修正。在 email 或是文章发送之前，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功能来检查自己有没有文法或是拼字错误。那使用方法呢，一样就是在 App 里面，只要把文字选起来，按这个功能就可以使用。一些最基本的拼字错误啊、语句不顺，或者他觉得哪些字可以换掉，他在上面都会建议。那这个功能很不错，就是例如说你今天从事外文相关的工作的话，就会非常实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笔记 App 的功能哦。那在 Notes 里面的 AI 功能其实非常多，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摘要啊，或是翻译，在这里面都是有的。那除此之外呢，在 Notes 里面还可以很快的整理格式哦。例如说，我原本这样一个短文章很难阅读嘛，那我就按一下 AI 功能，那选择这个自动格式，里面有标题与编号项目。它里面呢就会帮你整理好大标跟小标题，然后左右滑动还会有不同的样式可以选择哦。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原本的样子的话呢，可以往右滑，就可以比对一下你的排版满不满意之类的。那在 Notes 这个 App 里面呢，你可能用一用就会发现为什么它这边会出现2个 AI 按钮哦。那其实呢，上排这个按钮它是 Notes 自己的功能哦，也就是整理格式啊、翻译那些的。那再来看到下排的这个按钮呢，它其实是三星键盘自己的 AI 功能，所以在使用上大家就是小心不要按错哦。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照片 AI 功能。出去玩的时候背景拍到路人，想要消除是不是觉得很困扰？想要把路人消掉，以前都要去买那种很贵的软体，然后在那边玩那个老半天。现在呢，在三星的手机上面点一点就可以直接消除路人。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的相簿里面，然后你按编辑的这个笔的按钮。进来之后呢，在左边就有一个很大的 Galaxy AI 的标志，你就点下去。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把你不要的路人或是不要的物品把它圈起来，然后它自己会去辨识它的边缘哦。那这边呢，你长按它之后，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橡皮擦的按钮，你就点下去。接着呢，我们按生成，它就会利用 AI 来填补你照片的那个部分。那它每一次生成的都会是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觉得不太满意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第2次、第3次。那除了消除路人或物品之外，你也可以移动啊，或者是合成。那合成的话呢，就是按左上角加号，里面你就去选另外一张你想要剪下来的照片。那一样呢，我们就去把它圈起来之后，它会自己去抓那个物品，然后你就可以来调整大小，把它摆到不同的地方，有点像是贴纸的感觉吧。那再下一个相片相关的 AI 功能呢，就是水平调整。我们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不会注意它的水平，然后拍出来就会歪歪斜斜。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 AI 来调整角度，我们就可以在相片里面一样进入编辑，然后一样按左边 Galaxy AI 的按钮，里面呢你会发现下面有一个横条，就可以来调整它的角度。那在调整角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4个角这边格纹的部分，就是等一下它会帮你生成的地方，就是它会自己帮你填补缺失这样子。那你可能想说4个角都已经可以调整了，那画面拉远应该也可以吧？那可惜在目前的版本是还不行的。但我觉得这个功能之所在可以调整角度，其实我可以理解啦，因为我在电脑上面也会自己去用其他的软体来把画面拉广嘛。但是这样子做的缺点就是它生成错误的几率会大增，因为手机毕竟是比较大众的产品吧，不管是小孩或者是年长者都会使用，所以这个功能可能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那再来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呢，就是相片可以自动帮你消除阴影或是反光。
例如说我们在拍摄当下，它的光源啊可能不是那么稳定，或者你对着玻璃拍照，想要消除阴云或者是反光的话呢，其实你在照片这边往上滑，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消除阴影，那你就点下去，它就会自动帮你清除了这样子。那这个功能呢，不一定每张照片都可以用，它会自己去侦测哦。那下一个呢是影片的 AI 功能哦，就是生成式慢动作镜头。这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去看101的烟火啊，或者是你的小孩的一些比赛，毛小孩在奔跑之类的，有时候一些比较精彩的画面，我们会希望用慢动作去回顾，慢慢的品味那种感觉。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影片播放的同时，直接长按这个影片，它就会用慢动作来播放了。那它运作原理呢，主要是利用 AI 补帧的方式把它补到120帧哦。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希望把它直接编辑成慢动作影片也是 OK 的哦，就是我们在影片的部分，然后一样按编辑的这个按钮，里面呢就有一个调整速度，这边你就可以选1/4或者是1/2。那这边呢就有一个时间的横轴，你就可以去调整你想要让它慢动作的地方，然后按储存就 OK 了。这功能真的超级强大，例如说我们平常要拍一些慢动作的片花之类的，要拍慢动作的硬体限制其实还蛮高的，而且我可以想象这个功能，如果你平常是用外面第三方软体来做的话，会非常的贵。再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通话即时翻译。例如说，我们今天要打电话去美国或者日本订餐厅的话，就可以使用到这个通话即时翻译的功能哦。先进到设定，然后按最上方的这个搜寻按钮，里面呢去搜寻进阶这2个字，这边有一个进阶智慧功能，然后再选一次进阶智慧功能，这边有一个电话。然后呢，即时翻译就把它打开。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会要你下载语言包，你就下载你需要的语言这样子。那你在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上面就会有一个按键可以直接开始翻译你们彼此的对话。那除了电话翻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即时翻译助理。那这个功能呢，它放在下拉选单里面。那语音翻译呢，你把它打开，这边就可以选择你要的语言。那你就是讲一句，它就会自动帮你翻一句，然后对方在讲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翻成，例如说中文。再来在桌布的部分，现在也有 AI 功能哦。首先呢，我们在设定里面去找桌布这2个字，然后里面有一个桌布与样式。在变更桌布里面呢，在创意这一栏，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玩生成式桌布哦。例如说，我想要，然后呢，里面你就可以去挑选不同的材质。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色调，里面呢还有不同的地形或是建筑可以选择。最后呢就按生成，然后最后出来就有不同的感觉。它等于是你可以搭配不同的色调、不同的材质跟不同的背景，然后生成出不同的桌布。那每个人就可以客制化自己的桌布这样子。好，那以上呢就是 Galaxy AI 的新功能介绍，真的有很多新功能，而且都非常好用。那接下来我也非常期待它会下放到其他的装置。那么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